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情势失控，二次爆发难以避免。还是讲北京的疫情啊，因为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疫情啊，北京疫情，所以我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啊。17号下午啊，北京开这个疫情记者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介绍当天的情况啊。6月16号新增确诊31例，疑似3例，无症状感染6例，实际上就是40例啊，40例。他说目前北京疫情还处于上升期啊。当前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的结果，以及前期开展环境和相关人群的排查结果看，北京当前疫情涉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新发地市场。考虑到该市场是北京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场所，物流广泛，人员密集，疫情扩散风险大，控制难度大，不排除发病人数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么大概的记者会，其他的我就不说啊。大概你可以看一下11月1号啊，6月1号、11号、6月11号1例，12号6例，13号、14号36例，15号27例，然后到了16号31例。那实际上是40例，因为它什么疑似啊，什么无症状啊等等啊，说明什么？说明北京的疫情已经盖不住了啊，只能承认。那么从现在开始，北京现在爆出来的数据都不真实的了啊，你看这个数据就知道这不真实的了啊。那么然后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目前北京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它的情况已经失控了啊，情况已经失控。情况失控并不是说，情况失控是什么？情况失控就是他们现在做的防控的范围和已经发生的疫情不对称，就是说它已经盖不住了啊，要进行全市范围的了。但是他们现在还在讲新发地啊，以及其实北京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新发地啊。那么6月16号，全国政协在上海开一个疫情防控调研会，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去参加这个会议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他说，北京这场疫情很可能不是在6月初5月底才出现，很可能要往前推1个月。这里面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者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有这么多的病毒。这是我们现在的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啊。这是疾控中心的看法。他说，病毒会在一些阴暗、潮湿、环境很差的环境当中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突然暴露给很多的人，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啊。这高福讲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想一下，北京发生了一个这样级别的疫情，然后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跑到上海去开一个研讨会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疾控中心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角色。你想一下，如果他很重要，他主任能跑到上海去开研讨会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所有的决策跟他们疾控中心没关系，都是底下的官员在做啊，做。那么高福讲的话呢，还有一个情况，高福讲的这番话呢，和6月15号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中央电视台讲的不一样啊。中央电视台他在当时讲吴尊友讲在中央电视台他这么讲，从目前发现的病例来看，他们暴露的时间、出现感染的时间最早应该在5月底前后。
看见没有？北京也是按照5月底前后来做的检测，那5月30号以后要做检测，5月30号以前不管。那你想一下，疾控中心的主任讲，其实我们现在看这次的爆发，实际上产生传播的时间要往前推1个月。刚才网友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新发地人流只有18000，人流不可能只有18000。你想一下，它供应一个2000万人口的农批市场，农批市场你没去过啊？农批市场那是人挤人的，那么大规模的才18000，一天到晚从早上开始到晚上都是人，怎么可能18000？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啊！这里面有5毛，哈哈。然后你想一下，1个月的时间，如果再往前推1个月时间，5月底往前推1个月就是4月底，4月底到6月13号，中间差了多长时间？5月13号差6月13号，那你想想，中间这个你去现在北京疾控中心。北京市还是沿着谁？沿着新发地5月30号的这个追踪人群追踪去检测，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肯定就是社区爆发了嘛，肯定是传遍全北京了嘛。所以为什么在辽宁啊这地方都发现了？原因是什么？已经传播出去了嘛。所以你说高福的话和这个吴尊友的话，他们是对不上的，也就是说，国家疾控中心的看法和北京市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吴尊友是按照北京市的看法来跟中央电视台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国家疾控中心已经知道要2次爆发，所以他们就算是北京市讲，我们现在从5月30号开始检测，他们也不管。为什么？反正都要爆发了，你检测就检测吧，你爱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检测就是一个交代，做个样子，甚至可能是个利益输送，做生意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国家疾控中心和北京市基本上没有责任上的关联也没有责任上的关联。也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国家疾控中心对疫情的分析、调查、认知和北京市现在做的这个疫情防控没有关联。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就你看哈，中国的疫情发生之后，他们做的所有的动作跟2003年没什么区别，没什么进步。他们对病毒的认识，他们就着病毒的疫情的防控没有进步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点，北京已经如果按照高福，甚至我们就算是按照这个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这个叫庞星火说的，也证明几点。第一点，北京已经出现了新的社区爆发，而且它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北京的疫情已经失控了。就是现在北京市针对当前新发地的疫情做的所有的防控手段，不是没用，是有用的，有意义的。但是它仍然控制不了北京市的疫情。为什么？因为它在其他地方已经开始爆发了。所以北京市的全市的疫情2次爆发不可避免。那北京市的疫情现在已经失控，已经是处于失控的状态，但是他们还装的好像我在控制住局面的样子这是第一个。而且庞星火还在那里讲说，在这个以外的北京市民不用恐慌，中共经常告诉大家不用恐慌，
当中共一说不用恐慌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就像在湖北发生、武汉发生的情况，不用恐慌，那你就真的要恐慌一下。他说不用恐慌，所以北京市他说其他的地方不用恐慌，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不可控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疫情在未来1周会进入高峰期，就是未来1个星期将会进入高峰期，确诊人数应该急剧的上升啊。然后北京的医疗系统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什么小汤山那些应该开始准备启动的了啊！大家网友有知道情况的要尽快的报告一下啊，报告一下。我相信今天5毛会很多，这个美西辛苦一下，狠狠的给我杀啊！这个情况，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别来给我捣乱啊！这是第二条，就是北京未来1周会进入高峰期，那么医疗系统将会承受压力，巨大的压力。小汤山这些，我相信应该开始启动的了，再不启动来不及了。3就是从今年以来，今年疫情发生到现在。你从现在北京的反应你可以看出来，北京没有建立任何疫情监控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啊，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之前往前推1个月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北京市疾控中心都不知道，北京市医疗系统都不知道，是等到有一个人自己跑出去测出来了才知道。所以这第一个。今年以来，北京市没有因为疫情建立一个疫情监控系统，这第一个。第二个，整套防疫系统也是混乱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叫什么那等一下我讲啊，就是检测那一塌糊涂啊，整个的疫情控制系统没建立起来。还有就是没有提高科技水平，啥都没干，就是吹牛。就是北京市现在，你看在北京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在重复2003年非典的时候一模一样，吹牛的水平也是一样，所以才有今天的2次爆发啊。第4，讲讲检测啊。其实呢，当我们没有疫苗的时候，那么检测其实是疫情防控的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段。检测，因为检测可以把受感染的人从人群中抽出来，去治疗、去隔离。你不断的把这些人抽出来去治疗、去隔离，你才能控制住疫情。所以基本上检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手段。你可以看哈，美国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不断的扩大什么？检测能力。把检测模式、检测的准确率、检测的成本降下来，然后大规模的提高这个检测，它控制疫情，它用的是这个手段，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但是你看，在北京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北京的检测，第一，它没有覆盖，就是如果我们说如果北京认为新发地是主要的。当前最核心的传染源，那我要去追踪新发地产生的这种感染，那它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从4月份开始就开始进行检测。既然国家疾控中心已经认为这个疫情发生是在4月份以前就已经发生，那就要开始4月份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范围可能要更大啊，除了地域范围。人群范围会更大，因为你想一下，往前推1个月是什么情况？这不仅仅往前，我们就算是高福那句话没有讲过，我们算过，其实也不应该是5月30号，应该是5月20号、28号，甚至26号要开始，你才能覆盖住，否则你覆盖不住。你算一下这时间就知道，你最新的那个16号发生的这几个。新的疫情，它其实在6月几号已经开始了，6月3号已经发病了，
所以他们其实感染的时间会更早。所以你把切到5月30号其实是不对的，我都看得到，你们这些医生看不到。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什么？其实就装样子，讲的不好听就是装样子啊。这是第一个，他就是没有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现在的检测叫什么模式？叫地区集中检测。什么叫地区？哪个区啊？丰台区就丰台区，西城区西城区，你们全部到各个区去检测，到各个区去检测，出现了什么情况？那个现场那是一塌糊涂啊！那个现场一塌糊涂。这种地区集中检测的模式会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这种情况和当初什么呢？当初武汉的检测，在院内检测，他在医院检测，院内检测也是发生了严重的交叉感染情况，一模一样，没有任何进步啊，没有任何进步。那么成为什么呢？就是这种级别的交叉感染成为现在当前疫情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你除了就是你去检测没病的也染上病了，就这么简单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现在的检测从检测手段到检测成本到检测模式到准确率没有进步，还是30%啊。据说是这个有更好的检测手段，验血啊什么的，但是不干，必须用测试盒。这里面就有利益交换啊，就有利益输送啊，这就是中国的腐败。什么叫腐败？这就是腐败，人命都不要都不管，这就叫腐败。所以呢，上述这3个问题说明什么？在北京现在的检测不做比做好，所以实际上做这件事情后果更坏。为什么？加剧感染，也控制不了情况，因为你只有30%的准确率，你做了干啥？你说说看。这是第4。第5，封堵措施造成的这个次生性的人道灾难和之前发生的一模一样，和3月份、2月份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一点进步都没有。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帖子啊，一个帖子，等一下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丰台区天骄郡园小区投书微博，讲什么呢？讲6月13号凌晨3点，小区突然全面封闭，然后居民也没准备，很多人断菜断粮，还有老人小孩啊，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啊，然后找管理处也没用啊，上面有命令就封堵。刚开始还可以订外卖，后来周边道路全部封闭，一样的，看见没有？跟2月份是一样的，道路都封了，快递送不进来，外面的亲友请外面的亲友来支援也进不来，就是直接封死。然后呢，这个楼里面的北京还是讲街坊邻居，大家互相周济一下，我这里没粮食，你这里有粮食，匀一点。匀到现在第5天，周济也周济不过来了，你想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燃气用完了，北京的燃气还不能够，他还得去买，还得跑到银行去续费，才会给你送气。这北京的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差啊，要到银行去缴费，网银还不行，还是不让进。现在呢，这个燃气耗尽，粮断菜断粮，日子没法过。这就是北京的这个情况啊，北京情况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以前上次做疫情的时候我们讲过啊，中共做起正事来千疮百孔，干起坏事来滴水不漏，他把这个路封起来，滴水不漏，但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那是千疮百孔，啥都不管，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第5条，就是封堵措施造成的次生性的人道灾难，和之前和武汉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进步。好，我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大家听一下。然后呢，今天呢，这个
有一个会啊，这个习近平在参加一个什么会呢？叫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习近平主持啊，这个非洲兄弟们啊，那么习近平对这个事情，这个6月10号啊举行视频会议啊，然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这个中非叫什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例行啊，乐此不疲啊，乐此不疲。然后自从这个疫情，中国疫情开始慢慢下降，然后其他国家开始追责的时候，习近平就开始干嘛？打电话，一天打2电话，给亚非拉各国的首脑打电话，每天2个啊。中央电视台每天都在报这件事情啊，对方一定这么讲。在您的坚强领导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然后习近平一定说，中国愿意帮助反正就是啊，乐此不疲做这个事情。那今天就中非啊，还有一个特别峰会啊，干这种事情。结果北京疫情死灰复燃啊，除了打脸这2个字儿啊，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可以准确表达的这件事情的这个词了，就是啪啪啪打脸啊。好，我们继续讲。北京市常委开常委会啊，然后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研究这个疫情防控，然后呢，就当然上来先干一件事，处分。这北京发生疫情了，处分啊，处分什么呢？丰台区副区长周雨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批市场总经理张月林，3个人撤职。现在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做法，就是只要这个地方发生了，第一把手拿下啊。但是这里很奇怪，理论上应该是丰台区委书记拿下，他没有拿下丰台区委书记，拿下了一个丰台区的副区长，这就是装样子啊！你之前都是拿书记，这回拿个副区长，你怎么也拿个区长嘛？他们拿了个副区长，这就是中共就不讲规矩啊！中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估计不是自己人啊。估计丰台区委书记是他自己的人，所以找一个副区长来搞啊。那其实呢，疫情发生的这件事情，老实讲呢，是不是他防控好了就没有呢？也不是啊。为什么？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我们讲过很多次，只要你疫苗没出来，所谓的防控只是你延缓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而已。出现不断的出现小规模的疫情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病毒没有消灭，清零这件事情是骗人骗鬼的，因为不可能清零，因为病毒没有消失，病毒还在你生活的当中。所以呢，你发生大家就算是你看见确诊人数是0，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感染，是有人感染，可能他的感染很轻微，他觉得好像是感冒，第2天就好了。所以其实他是不断的有人在感染的，这是常识啊。所以疫情没有结束，只要疫苗不出来，疫情不会结束，只是它被控制在一个很低的程度，医疗系统完全没有压力。你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它给打掉了，没打掉，这是骗鬼的。所以其实呢，你在丰台发生跟在西城区发生也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只不过呢，丰台有一个农批市场，新发地农批市场供应了全北京80%的农产品，那什么意味着什么？18000怎么可能一天有18000？肯定是，而且它整个河北省，河北都供应的，那不是一般大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规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发生在丰台，跟他的工作做好做坏关系大吗？关系不大。
所以你去撤他干啥？你应该撤你自己才对啊。所以，但是它的这个机制会出现是个什么情况？这个机制会造成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掩盖疫情。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很简单的管理学常识啊！你要是说一发生疫情就把属地的官员给撤掉，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件事情，第一个跟他本身的工作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可能做得很完美，他把所有工作全做对了，你要求的1、2、3、4、5，我做到10，都控制不了疫情的再发生。所以你是根本不能因为他有疫情就去撤他的职，这是不对的啊！这既缺乏流行病学的常识，也缺乏管理学的常识。你用这个方法一下来的话，所有的官员第一件事情发生疫情，第一件事情把它摁住，不告诉大家就是现在的2次爆发啊。好，这个北京市常委会要求什么呢？几个要求啊，对所有与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密切接触和关联的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核酸检测和居家观察啊，对所有农批市场、餐饮店、食堂等重点地区进行全面防御检查、环境消杀和核酸检查，对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北京又回到2月份了啊！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全面进行核酸检测，并扩大检测范围，全面提高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养老机构、地铁、公交等防控级别，全面落实重点人员禁止离京的措施，坚决遏制疫情在市内扩散，向市外扩散。然后北京2个机场星期三取消了1255个航班，占航班计划的68%。我估计这2天北京往外飞的飞机应该在迅速的减少啊。然后呢，6月13号起，他们北京市到现在到6月16号，北京市进行的核酸检测35.6万人，这是北京市宣布的。对不起，我们现在在视频上看到东单体育中心核酸检测，视频看到的情况，人山人海，秩序一片混乱。北京市声称他们一天有40万的检测能力，还能扩大。从现场情况下看，根本不可能，40万。从13号到现在总共几天？4天时间，总共是35.6万。你看看现场什么情况？所以北京市的核酸检测能力根本没有提高，一塌糊涂啊！我现在想起了什么呢？我想起了那个莲花清瘟胶囊，大家还记得吗？莲花清瘟胶囊不是可以预防吗？你怎么没人拿来预防啊？网上有北京佑安医院医生揭发，这是推特上说的。昨天就周日查出300多人，疫情很严重，不报实数，他们说的数字连1/3都不到。我相信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开始，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北京市报出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不真实的，肯定是假的，骗人的。以现在北京采取的这个防控的措施来看，它实际上它已经进入1级，不是2级。2级响应没有。你看我刚才读的这个北京市委的这个常委会的这个决定哈，它已经是1级响应的措施，已经不是2级响应的措施。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他说出来的和我们看到的和真实的情况有3个层次的不同。看到你只看到某一个点
啊，没有看到一个全面的信息，因为全面信息我们不可能看到啊，所以他说的跟我们看到的跟真实的情况有3个层次不同的事实，我们只能用我们看到的去分析真实的情况，他说的都在骗人，所以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所以现在呢，在北京呢，所有在北京的网友都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就算是你不在新发地，它涉及的领域，也要小心啊，也要小心，因为我认为2次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啊，不可避免，该准备粮食，该准备其他的东西就要开始准备了啊，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还有一些海外的，现在海外开始对来自北京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进行全面检测。现在你像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检测手段非常先进的，给检测完了再进去，没问题的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环节。进入互动环节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点赞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五毛来踩我们，所以大家使劲给我点赞，就在这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继续检查你的订阅啊。我们这2天这个洗粉洗得非常厉害，我们1000个粉涨了这么久都没涨过1000啊，是中间洗粉洗得非常的厉害，洗得非常厉害，请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检查检查，好吧？我就提醒这2个啊。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明谢一下。骗子林，谢谢王先生好，美西好，希望将来能参加你们的线下活动啊。JJ Max， 谢谢。日月得天而能9兆，40变化而能9成。Very TI，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闺蜜 Vicky 曹，来点轻松的，叫武汉肺炎不尊重。那么，请王先生带头给我们带领我们给香港脚证明，好吧？我就叫武汉肺炎啊，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武汉肺炎是讲它的来源啊。JPD， 谢谢。强国的首都，都这样，还不普查，是不是直接证明不久前武汉的普查就是一场作假和一些人的灰色收入？武汉普查那是个笑话啊，10天说是24小时完成检测，那是胡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有手段来完成这件事情的啊。Snowball， 谢谢，赶上直播，请王老师喝茶，感谢您预警疫情。情况王生，检查一下你的话筒和电脑的接口，很多观众用耳机开音箱有电流声，很困扰。我的话筒也有电流声，我把线换了一下就好了。怀疑你是不是话筒问题或者线路问题？线路问题，就接口，就是我们那个话筒的线到电脑的这个线，转接口有问题。现在还有问题吗？应该没有了吧？我已经换了苹果的转接口啊。OK。今天有问题是吧？那还是不行。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的，大家忍耐一下啊。这个还是不大好啊。我的同学在丰台天骏园也是燃气用完，父母都近80了啊。情况燃气费有些地方可以网上交，有些不行，这和供气公司有关，跟你装的燃气表有关。老式表不能网上缴费，收不到信息啊。情况帝都小区全部都要核酸检测，单位全员核酸检测。情况坐标天津新增1例，酒店西餐厅帮厨，没有去过北京。情况信息坐标北京。今天上班路上有明显感觉到车变少了，可能跟中小学生休学有关，而且公司群里大家都在讨论疫情相关的事儿，能感觉到大家心里也是有些恐慌的。
二，小区大门开始检查出入证，现在出入证是实名制。三，蔬菜价格上涨30%，部分蔬菜断货，比如菜花等。四，北京好多公司开始安排在家办公了。OK， 打卡天津，我们这儿距离北京很近，从今天开始，天津小区和公共场合都恢复测体温和检查健康码，虽然级别仍然是3级，但可以说外松内紧，而且我们家周围已经确诊几例了。强烈建议封小区的年轻人帮帮独居老人，他们很多不会网购，居委会只是提供订菜的2维码，根本不送菜上门。是的，我印象中这个英国曾经有一个软件啊，就是叫什么，就是如果有老人他需要帮忙，他就也不是软件，直接在窗户上贴一个 I need help， 然后就会有人去帮他送菜啊，买东西，就这样。中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小区里面的老人，他们有没有需要？因为老人在疫情当中最脆弱的就是老人，他们需要帮助啊，情况：山东临沂血检，费用527元人民币，我的天！观点：抽血检查是抗体，他们不敢检测，因为会暴露大批无症状感染者。试剂盒只能有30%的准确率啊，其实际还是为了维稳，可能有利于输送，但是不是主要目的。是的，我相信也是。情况：王老师好，周一安排做的检测至今没出结果，传说是没事儿，如果有事儿，24到48小时就被拉走了。海淀市场当天去检测的商贩，当天并没有隔离，而是过了几天后，警察半夜从人家家里拉人去隔离。昨天我在网上买了日用品，今天接到电话，商家说北京快递不能发，包括中通、圆通、韵达，但从上海到北京的顺丰、小件可以发，不知道是否未来1周北京都无法接到快递，有风险，所以大家要尽快的准备一些必须的用品，要尽快的准备啊。朋友发的东单体育中心检测现场视频，人极多，拥挤在一起，非常混乱，没有人见到维持秩序。观点：整个社会人浮于事，没有人信任所谓的制度，所以建立不起来有效的机制，非常正确。目前国内的公共安全系统中的人哪有责任心，都是做样子，包括医疗系统，一个没有诚实守信系统的社会，医疗哪能独善其身，都一样，实际情况是一定是最坏的结果，但是你看到的是胜利大团结的结果，也不是眼九穿帮啊。观点：不会找到真正的源头，所以不会有防控。这些官老爷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哪里关心百姓？出了问题就甩锅，让全世界的动物替他们背锅啊！打卡北京，社区疫情管理一塌糊涂，完全没有人性化可言，门口一堆保安啥都不懂，就是横。观点：失控是肯定的，而且已经发生。如果真的可防可控，国内新闻不会大肆报道，甚至不会报道。只要大陆官媒报道出来，那肯定已经失控，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认为。情况：朋友在上海3甲医院工作，说上海周末已经通知各个医院加大物资储备。好，观点：即使全世界的新冠疫情都好了，中国的疫情都不会好。一，人口太多，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二，管理极为混乱，一刀切或者根本就不管。别的国家不是这样，举个例子，日本的疫情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并不追求零增长、零新增，而是保持宽松的防疫措施，
各商场仍然有透明膜挡在客人和店员之间，并保持监测，随时检查。人口10万，超过既定人数就拉响城市警报。3. 中国公共卫生糟糕，许多人的个人卫生意识很差，这是短期难以改变。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情况，各地政策表面紧张，实际只是做样子。大学生全部封锁在校园内，但是教师、保洁人员、职工可以随便进出。我是境外回国人员，即使在天津隔离了14天，仍然被社区要求居家再隔离14天，但是没有专车接我，那我乘公共汽车回家，感染了整个地铁上的人之后，再居家隔离有什么意义啊？就是做样子啊，做样子是最拿手的，做样子最拿手。观点：北京疫情爆发，可是这周日就是英语高考机考，不少考点就在下高风险地区。到现在为止，考试还没有取消。高三从现在开始回家复习了。老师说，下学期9月开学已经不太能确定。我个人认为高考可能会受影响，您觉得呢？我觉得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你看一下，现在都已经6月中了，你再搞2下，7月份这会儿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但什么情况不知道。观点：从北京的角度撤丰台区长，那么从中央角度应该撤蔡奇。03年 SARS 还撤北京市长，现在居然没撤市级领导。当时撤的叫什么忘记了，北京当时的市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隐瞒疫情。现在隐瞒疫情是整个系统的隐瞒，所以就没有这个责任了啊。观点：包子主持非洲会议，往来无白丁啊，你真幽默。情况：为啥中国这边不敢报中印边境死亡冲突死伤数量呢？让死的5个士兵当无名英雄吗？还是他们眼里死的都是蚂蚁臭虫，一文不值一提？不敢提啊。印度死了20人，中国死了43人，那怎么提？提了不就小粉红不就起哄了吗？啊！中印之间，中国还是要压下来的，不能打的。打什么打？现在这个情况，北京都这样了，还打什么呀？情况：我住在东京，姐姐一家在武汉，妹妹一家在北京，弟弟一家在美国新泽西，没有一个地方逃得过这次疫情。经历了武汉的惨烈，母亲在疫情中去世，骨灰已领回。等我们兄弟姐妹到武汉给母亲办理下葬，心里的疼痛无法言表。美国的担心还没平静，北京又沦陷。今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悲愤、彷徨、失望中，心里唯一能得到安慰的就是听王老师的讲座，一字不落。谢谢王老师，支持王老师，谢谢你，谢谢支持。我们互相取暖吧，让我们互相取暖吧。情况：我自己在佛罗里达做病毒测试的经历。4月具体哪天不记得，周三晚上7点，在指定网站注册，5分钟后注册完成。完成后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和我视频询问情况，并为我安排测试地点和时间。第二天上午10点到达测试地点，有5辆车在等候，我们不需要下车就完成咽喉取样。2天后收到邮件通知，我们结果是阴性。
整个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就是中共讲的社会治理能力就是差别就在这里你看看东单那个现场视频，那一塌糊涂，不是一般的一塌糊涂提问：王先生好，有可能疫情在大爆发的背景下，中共和川普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交易？你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我没想过为什么？因为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你说呢？情况在中国的朋友看见房价在涨，明显感觉人民币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汇率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我讲过很多次，我再讲一遍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呢，经济这么疲弱然后中国出口能力在下降，当然人民币汇率应该往下走往下走。但是呢，人民币汇率不能往下走，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汇率往下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金会往外流，资金会往外流。汇率是什么？汇率是资金的砝码。你汇率往上走，资金就会跑进来因为你汇率往上走嘛，那资金往里跑，资金往下走，资金就往外流它是个砝码。那么现在中国经济这么疲弱的情况之下，中国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中国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房价掉下来。房价掉下来的话，那就后果非常严重。为什么？第一，中国老百姓80%到90%的资产全在房子上面，房价掉下来会引起巨大的恐慌。首先是社会恐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价掉下来的话，银行就承受不了，因为现在的商业银行它最优质的资产就是私人的房屋按揭贷款，那是它最优质的资产。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它的市值、它的价值都压在这个私人的这个按揭贷款这个业务上，它的所有的价值都是通过这个来反映的。如果房屋价格啪掉下来，掉多少呢？不多，掉30%以上，很多人就会断供。为什么？因为我交的就是首期就3成，如果你超过3成的话，我供它没有意义，所以很多中国人会放弃这个房子。放弃房子意味着什么？放弃房子意味着银行就出现坏账。为什么？因为银行手里就会有一堆的抵押品，就是房屋。房屋如果银行把手上的房屋进行拍卖的话，他可能50%都拿不回来，所以结果就会一定是出现什么金融危机。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人民银行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人民币汇率的下跌。人民币汇率的下跌会对整个经济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的后果不可控。于是呢，人民银行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什么工程？就是系统的减少中国人从个人到企业使用外汇的这个用途减少。就是你去银行换钱，你换$1000，他可能只给你$100；你要取$10,000，他可能只给你$300或者$500，就是这样子，就让你拿不到那么多外汇。然后呢，各种使用外汇的渠道他都捏死。他也不是说不给你，他说给你，但是我现在没有。就是控制商业银行兑换外汇的数量，这样的话呢，会减少外汇市场购买外汇的数量，从而就保住人民币的汇率。他现在的做法是这个做法，就是全面的控制外汇使用量。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通货膨胀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人民币汇率是有下跌的风险，但是又看不到它下跌的原因，是因为在外汇市场它控制了买入外汇的源头，就是政府还在干这种事情，就是它比以前更聪明了。就是像易纲这一票，这个全部都是专家型的这种官员坐的位置上去干最原始的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所以呢，以前呢简单粗暴，现在比较聪明一点，就是手段更隐蔽了啊，更隐蔽了。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在讲这件事情，你可以去查一下看一下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叫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你可以去看一下啊。情况，王先生好，作为北京海淀玉泉东一区居民，近期分享近期所见所闻。14日晚7时突然通知小区封锁，禁止人员进出。15日要求小区所有人做核酸检测，检测过程组织混乱，没有分批次检测，大批人员聚集，人与人之间没有间隔，又临时改成排号，一次只发100号，这样容易造成聚集感染。当天晚上，附近一栋楼的部分住户连夜被拉走，人数不详，去向不明，原因不详。19日晚，我的一个朋友所在小区的一栋楼住户也被连夜拉走，同样3不详。为什么？你看哈，中国一发生疫情，马上的结果是什么？马上的结果就是老百姓非常恐慌，就是2个字，恐慌2个字。但是你看全世界啊，不管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澳洲也好，欧洲也好，你看老百姓有没有恐慌？没有恐慌。其实最恐慌的是中国人，就是所以，而且中国人自己恐慌呢，就打电话到处问啊，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就这个很恐慌。他不仅自己恐慌，然后他还去他理解其他人跟他一样恐慌。为什么会恐慌？就是共产党实在是就是又愚蠢又无能又非常的横，就这三点，愚蠢啊，愚蠢，无能，没有能力，做事情一塌糊涂，横，蛮横，就这3点，搞得老百姓非常的恐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跟大家讲呢？就不，他就可以，关键是他这样干也没事，所以他就这么干，所以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解释为什么中国一发生疫情，老百姓恐慌的一塌糊涂，就原因就是共产党他们的又横又蠢又无能，就这样啊。情况，北山西省一第4级商业银行发生挤兑，市政府和人民银行6月16号发函辟谣，据说原因是行长投资几千万失败跑了，结果被抓回来。地级市商业银行几千万失败就挤兑？不可能，几千亿差不多，几千万怎么可能？几千万一个商业银行，怎么才几千万就挤兑了？那这个金额肯定不对啊，不是几千万，至少几百个亿吧。你商业第4级的商业银行几千万不是事儿啊！提问王老师，北京就算接下去确诊人数大幅增长，是不是北京也不会报真实的数字？那么牵涉到的影响太大了，会不会一直维持虚假的几十例？我不知道它维持多少例，但是我从现在开始，我不会相信它报出来的数据。为什么？它一直就是这样啊。能超出我预期吗？我不觉得它能超出我预期。情况，新加坡的检测手段很先进，染疫者几乎都能追到感染源，再过24小时，新加坡就要进一步开放了。强国内的人都说，这是因为师生太少的缘故啊。不用跟墙内的人进行这种级别的斗嘴，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是大家不是在一个频道里面讲话，你何必呢？对吧？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可能说服你，我很清楚，我说服不了你，同样的，你也说服不了我，那你做什么呢？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观点，人民币的购买力在国内已经贬值很厉害，但是通过外汇管制控制在国际上的汇率，我已经讲过了啊。提问，大规模疫情，外交一团糟，香港游行、水灾、蝗灾，
请问王先生曾见过中国有这样的年景吗？真的是国运到头了吗？国运实际上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转变，到2019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19年，然后今年就是大家看到结果了啊。观点：中共现在烂成什么样子了，还要中立？你看看今年5年级女生跳楼的事情，10年前家长为孩子维权，最多就是维权失败，现在家长为孩子维权，全部都是家长在造谣，这是什么鸟国家？观点：关注王老师从3000到现在20万，一期没落下。有个小想法，老师能不能偶尔说个笑话或者好消息？我也想说啊，但是问题是，我也想说啊，但是你说你让我今天这样的议题怎么说笑话？我说不了吧，不好说吧？你说呢？我没心情说，真的是。我也想说一下好消息，让大家高兴高兴，但是他没有，你怎么办？观点：不论你住在哪里，防第二波疫情，医生建议备妥以下医疗用品啊，大家记住啊，温度计、退热镜啊，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贝洛芬啊，贝洛芬就是止痛片、止泻药、口罩、干洗手、乳胶手套、latex gloves。我个人建议备一些舒跑之类的补充电解质饮品，高剂量维生素 C。大家记住了吗？我再读一遍：温度计、退热镜、布洛芬、止泻药、口罩、干洗手。干洗手是什么鬼？干洗手就是那个叫什么消毒的啊，那个乳胶手套，还准备一些补充电解质的饮料，还有高剂量的维生素 C 啊，这是这位网友的建议啊。好，我们现在就明谢啊，明谢 Sophie 萌，谢谢 Heartland， 谢谢王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所有人应该敬佩和学习的，谢谢你啊。Daniel 梁，谢谢 Bonnie 3，谢谢曾明奇，谢谢陆一拱，谢谢众筹给王老师换个台式机或换个主板接口，把麦弄好。谈话节目杂音实在无法忍受，尤其带着收音机耳机，越想认真听，杂音越明显，听到一半实在脑袋要炸了。我们马上会换一个那个什么，换一个接口啊，我已经定了，星期5到啊。这个接口还有问题，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我已经换了啊。星期5会到货的了，今天星期3还有2天，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收集卡塔，谢谢。最近发现楼下咖啡厅的摩卡咖啡好喝，请王老师也喝一杯，谢谢。Kinam Yom， 谢谢。情况：我在北京跑网约车，今天去首都机场2、3航站楼都是空空的，又回到了2、3个月之前了。去的时候接了一家3口，带着3个大箱子。回四川老家的订单，他们说赶紧趁着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逃离北京，大街上比2、3周之前人流少了很多，谢谢啊。陆山，谢谢 Eagle X， 谢谢。技术建议：王先生的声音问题不是电流声，不是杂音，是频繁细微的延迟卡顿。这与干扰线路接口无关，真正的问题是有可能在模拟信号、数字信号转换模块上。不知道王老师用的电脑采用的是硬件转换还是软件转换，建议检查。我不知道哎，我们是直接就是用的是平台的直播啊，不存在什么转换的问题啊。我认为可能就是我们话筒有一个插口，它的插口是 USB 的，那么我的苹果的电脑是一个Type-C 的插口，所以有个转换的这个可能会有接触不好。
其实我已经换第3个了，我现在再买个新的苹果的，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好吗？周萌，谢谢。情况本人北京人，深感全国现在像几个月前对武汉人一样围追堵截北京人了。前2天外地出差，突然间当地下文开始隔离6月以后去过北京的人，我跑得快回北京了。2个同事被抓住隔离，条件很差，大学宿舍没空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北京人身上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抓5%啊，一直是这样对待的。所以大家记住，当你是95%的时候，你要知道5%是什么啊？行，我回头我把我的电脑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记得检查你的订阅，谢谢。